下面就是讲到那个就是也就是说就是第六个啊，就是以挑夫这个野蛮众生而赞叹，就是讲顶你顶你你言圣度魔如魔界或诸光满，有神作去系姿态，即忌讳一切诸帝君。那么这个杜牧啊，就是叫做是也是这个尼安生杜牧啊，就是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就战胜这个帝君杜牧，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战地杜牧，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杜牧呢，就是他是在这个熊熊的这个火焰当中，就是深色呢，应该是这个红色啊，就是深色呢，是这个红色的。它的这个树影呢，就是在那个这个年画上面是应该有金刚叫，金刚。有些应该有，那么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也就是说，依靠它这个外在的这种火焰呢，就是前出就是很多这个邪魔外道，就是他们的这种心识呢，就是可以就是超度，就是然后就是去融入清净这个刹土啊。那么它的这个火光呢，就相当于也是这个摩羯火一样的就它住在这样的摩羯火那样的这个火光当中。那么这些火光呢，让很多的这个外缘呢，就是不会这个有机可乘包括我们自己修这种杜牧的人呢，那么就是始终都是这个对外面就是成了一种这个护论，就是金刚慢，就是金刚慢。那么修杜牧法门的人呢，我们经常也说了，就是外面的很多的这个原地危害的人呢，就是都不可能就是进来就进来。然后他的姿态的话呢，就是这个他的教就是自助呢这个有声就是作曲有声作曲。那么它是一种欢喜的姿态。其实欢喜姿态呢，就是通过这个转法轮的方式来对激进的众生呢，就是进行调伏。然后呢，它有一种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这种火光和就是愤怒的这种现象呢，就是让这个摧毁就是击毁就是所有的这些外面的这个人和非人的一些帝君。因此呢，我们在末法时代的时候也经常就是需要就是修这样的愤怒法门。就是愤怒法门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修普巴金刚修念思愤怒修这个什么，还有这个大威德等等，就是这些法门呢，也实际上是杜牧的这个一种这个化身就是杜牧的化身。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要修这样的这种法门呢，也是极其的殊胜。他这里这个有声作曲，就是前面好像第7个杜牧的话呢，那么就是有曲作声就是这个唐卡里面呢，就是经常是就好像这个做事是一样的，但这里呢，就可能跟在其他的修法当中也有可能不同吧。就是以修法当中，我看到前面呢，就是也可能跟这个做事，按理来讲是应该相反的，但是好多杜牧的做事呢，就基本上都是一种这个姿势就一种这个姿势的。所以这不是这个错的字就是应该大家记住。那么这种这个杜牧呢就修了以后，就是很多的这种文员就是帝君就是都可以说是这个意义的迁出。以前那个应该是在就是一个叫做是鄂志比克就是鄂志比克的一个国王呢，就是在森林当中然后呢后来就是出现就是他的这个原地就是千军万马就是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有各种这个兵器，也是就是在这个准备这个使用。当时呢，他一下子就非常的恐怖，就是非常这个害怕。然后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迫不及待。就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这个祈祷这个杜牧。那么通过杜牧的这种加持的话呢，马上就是出现一种这个狂放让这些帝君呢，就是全部退回到就是自己的这个国家去了就自己国家去了。所以我们经常在想，现在这个魔法时代就是1012，就各个国家就是也是战争就是蓬勃不断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自身这个保护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外面的这个敌军的话，其实也是不是这个完全是危害的。应该是通过一种这个分辨方法来让他们呢，就是获得这个快乐的
所以有些这个道友呢，就是经常问如果佛教徒一直发菩提心，那么对方这个敌人呢，就是拿着武器来向你进攻，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真正就是有信心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念度母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祈祷的话呢，也应该就是让这个对方呢，就是可以这个自己就是反悔这个本体就是会有这样的。以前那个在藏地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这种故事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最后特别这个就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呢，你马上念度母，就袭击般的这种危缘呢，就是全部都是显出的。如果你没有，就是反而就是生邪见呢，在这个时候呢，突然会这个出现各种危缘我以前看过那个陈建民陈建民居士的话呢，就其实他受到那个他的祖母的影响，然后从小的时候特别这个信仰这个度母，就是然后稍微有一点危险的时候呢，这个他就念度母，就是在一辈子当中都是非常这个顺利。有一次呢，他要去一个特别这个危险的地方，当时他心里面想，我这次呢就是不念度母，就是看有什么这个危害，有就有吧，就产生这样一个信念。结果呢，就是出现这个就强盗就是他所有的这个财富都已经抢完了，就是最后他一念度母的时候，生命没有这个出现就危害，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一切都是就是全部被抢完了。后来呢，他好像在这个是在一个英文资料当中就是这样这个说的，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的确这个自己就是特别害怕的时候呢，还是念度母是很重要。我记得我有一次读中学然后就大概在这个接近那个可能下午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呢，在我们那个附近有一个破电话，就是让他们让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就是说就是让我接电话，然后我接电话的时候呢，就我们一个这个对上的一个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他说呢，你父亲就是病得非常严重，你赶快回来，就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好像电话破了还是怎么就没有声音了。后来我想是肯定我可能父亲死完了，就是然后呢，太阳都已经落山了，我就开始走路回来，就是走路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到路的一半的时候呢，就天已经完全黑了，就是然后根本看不到什么。然后我们前面呢，就是路过很多，我们当地就是认为是那个是特别恐怖的地方，而且呢那里死过很多人，然后呢别人都说是。这个白天也是看见这个尸体，就是什么什么，就是白天也是那个死人这个气势就是说话就是，而且刚刚不久的前面呢，就有一个人在那个自己吊在这个树上而死了，我必须要走过这个路，然后我晚上就是过来，就我自己心里想说，我晚上不到家里的话，肯定父亲已经死了，可能是已经这个没有机会了。然后走过这一条路的时候呢，我好像当时在我的感觉当中的话，整个世界上是除了我的脚步声以外，没有任何声音。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迹象的时候，就是我像是因为前面的那个人呢，我就比较熟悉，一直他的面孔呢就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然后我一直祈祷度母，一直祈祷度母，但是我特别特别的害怕，就是最后呢就渡过那个路，然后渡过那个路以后呢，我往后面也不敢看，就是会不会那个人跟着我来了。结果我到了家里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就是家里好像有个什么这个高兴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就是害怕，就是可能请不到假，就然后就吓唬，就是结果我就开始我都哭起来了。我说我晚上大概是我可能3点钟左右我回到家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我都就自己的思想确实是多么的价值。否则的话，那就是万一在那个地方就是听到一点点声音，我可能在那个时候有点就是不要说鬼声，就是连一般的一些什么这个其他的声音的话呢，可能特别害怕，就这样，因为那个路很窄，而且呢基本上晚上也看不到，就那样的一个山路。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因此我们就包括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想起杜牧诗所有的这些恐怖的这个一切的这种违缘的话呢，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杜牧呢，就是也可以让那个迁出